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 NA 新出的这款千斤顶，盒子外包装依旧不大的一款小车盒子，这块的透明窗户可以直接看到车型。食品方面 ，NA 标配线稿说明书，配件内容这回带的是 Spike 的一条手臂以及武器肩炮这些。来看玩具实物，车型状态下还是非常漂亮的，全身上下都是这种珠光漆的效果，对着光看的话，隐隐闪出来的颗粒感相当的高级。轮毂这一块有翻色的处理，但是也是一硕大的铆钉铆进去的。磨砂的蓝色透明车窗，质感还不错。变形到位的话，底盘完全不会磨到地，所以推车滚动没有什么压力。然后我们来看这一回千斤顶的一个变形过程。非常有趣的一个变形设计啊，在巴掌大的一个小车之上做出来这样的结构，其实还是非常带感的。首先，车门侧面这里下方有2个卡扣的位置，拨开，往后折，往出揪一点点，拉开。接着从车窗这一圈缝隙拔开，下方这里有卡扣的位置，还有车门后方这里的卡扣。让松，整个的往下稍微的折一点点，双脚分开，然后捏着前方绿色涂装的部位往开分一点，再把前边大灯的这一块双关节拉长，调成这样，然后中间的这一段从侧面这里打开卡扣。又一个 Z 字的双折叠拉出来，所以车头的这一块等于2段的拉伸，把它翻开，先把这里往开拨一个90度，绿色往下翻，接着整体根据脚踝的球形关节旋转180度，拧过来，再把侧面的这里拨开，180度旋转。合并成脚后跟。好，这里捏捏齐，再把车门整个的拉开，旋转180度，把小腿盖起来。注意中间这里边缘有一个插扣，和小腿里边进行固定扣合。2条腿完全锁定好，就是这样的效果了。它目前看起来是反着的。我们把腰部双关节往下拉。在拉下来的同时，打开腿部，翻折，哎，这样就扭到正面了。上半个的变形啊，注意，其实说明书里边专门画了一步，让你看这3个零件的位置关系。它还特地说明应该是手背冲下，这样去收纳的这个拳头啊。但是我发现，其实如果说是大拇指冲下，这个样子收纳会更方便一些。我们变形的时候拆开来看吧。尾翼这里左右90度夹起来，然后顺着边缘的缝隙这里拆开，扣松，然后顺着这里脱开里边夹着的一个扣点，这就体现到了这样按说明书变形和这样按我的方式变形的一个区别啊，其实是通过这里边的一个插扣夹在车尾灯的这块面板上。其实按照说明书变形的话，这样的车底会更加的完整，至少拳头这一块在车底不会暴露一个洞。但是在你人变车的过程中，这一块不是特别的好上，因为这个夹缝中间的空间很有限。我发现如果把这个拳头转到这样的幅度啊，后面的4指和上面这里的空间就更大了一些，所以当你逆变的时候，这一块往回扣就更容易一些。看各位小伙伴自己的需求吧。好的，这个扣子卸开，我们把这关节掰出来，然后小臂的黑色装甲往开旋转，腾出更多的空间。上边这里拳头的部分带有球形关节，转过来，立正，再把这块扣上去。胳膊肘的双关节再给它拉平，2条胳膊变好，打开，把根部的这一节尖儿收回去。胳膊变形好之后，注意根部这里的双段关节，我们把它90度先立起来，然后球关拧下角度归位，
这个时候顺着这关节再往里180度的旋转，刚才折叠起来肩膀的这个卡槽就可以跟这里固定上了。然后我们把全眼转一下，四肢变形完毕后，上边的这两片左右各90度立起来夹住，然后往下先放一个90度，腾开更多的空间，翻转180，这个时候往后拉，左右两个小翅膀打开，往里放，背包卷，卡住。于是 NA 的这款小千斤顶就变形完成了。哇，整个的变形过程还是非常好玩的。在这么点的一款玩具上边，特别小的零件都能实现那种非常巧妙的结构转换。这或许就是很多 NA 粉丝对这个品牌着迷的原因之一吧。但这一回的千斤顶呢，也是让人诟病有不少啊。首先，就是大家在外观上面看到了胸口过于方块的感觉。其实啊，就是因为暴露着这两个轴的原因。如果说把这两块轴稍微的遮挡一下，是不是美型好看了很多？腰部如果能把这两块夹角的曲线过渡做好的话，这款千斤顶其实还可以啊，挺漂亮的。如果说把这两块能往里收一下，哎，腰部的这两块夹角变成一个 V 字运作进去的话，我试着看了一下，如果这根在结构强度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实现一个左右旋转，把这个棍子转一下，哎，往里夹这么一点点，形成一个 V 字的胸，那在正面看起来的效果就会好很多。所以也是变形结构导致的啊，它这两块其实很重要，就无法做成这种左右旋转的畸变了。另外，我看还有玩家在抱怨说这个千斤顶腿短，显得身材五短那种感觉。其实吧，也是被 MP20 的那个加强修长了以后的美型，大家先入为主了。那个确实做得非常漂亮。MP20 一直是我认为 MP 系列里边做的最好的一款小车了。但是其实动画片里边千斤顶是这种五短的身材啊，是矮矮胖胖的。其实对比一下动画片里边的造型啊，整体的身形还原度方面来说还是不错的。大腿这边稍微的差了一点点的边儿，但大概其的样子其实是有的。背后这里来看，背包因为变形的关系会显得扁宽的。其实千斤顶的后背没有这么宽啊，只不过这块没法收纳了。但好在呢，这回并没有任何偷胶空洞的地方。盖的还是很严实的，头雕方面做的也不错，该有的刻画和分色涂装处理出来的效果，在这么点的一款玩具上边能做的这样精细，也是 NA 的一大特色。但我也看了一下，其实现在网上边玩家对于这款千斤顶诟病的主要是造型方面的原因，但我更多的想从结构上面来说啊，这一款的变形结构是非常不错的。有一点让我非常不舒服，就是这个腰部。它这一块是没有锁定的，也就是说你变形完了以后，腰部这一块会感觉晃晃荡荡的，这个是让我不太满意的地方。可动素质的表现，头部球形关节360度旋转，抬头也可以这样去飞行，肩膀开口的球关，平举无压力，胳膊肘双段关节曲臂能达到挺大的幅度，手腕因为下腕面板的关系，所以在活动的时候得搓着上面，或者直接你索性用这把小枪去旋转，这样操作起来会更方便。腰部360度左右旋转没有问题，没有弯腰关节啊，这个是变形的需要，只是它没有锁定住。胯部前后踢都基本能达到90度，但是在活动裙甲这块零件的时候和腰部这里注意避让，稍微会有一点干涉。侧踢也能踢平，大腿根部左右有旋转，膝盖可以弯折到90度，但是这里会感觉有一些脱肉。脚踝这里的球形关节变形需要有一定接地幅度，但是幅度不是太大。总结一下吧， NA 的这款千斤顶在人形和车型方面基本上都能还原出来动画片里边该有的素质，并且非常漂亮的一身珠光漆面啊，也是会显得质感特别的高级。全身上下填补空洞的地方做得很不错，包括腿肚子的后方、肋下这里都没有出现贯通的光。背后一个顶盖翻下来显得挺完整的，但是这一块会暴露螺丝孔以及它后边插扣的位置，这后背的背板也稍微有一点点的宽。
可动素质的表现还算不错，该有的一些关节摆动的幅度也能做到。但是胯部这一块的设计让我并不是太满意啊。第一个，腰部没有锁定是让我最诟病的地方，腿部来回在活动的时候，这一块的轴也会有一些阻碍。再加上大家都诟病的这个胸没有在下方夹起来啊，显得方宽的。用料、涂装、变形设计都是相当出彩的。NA 家玩具的设计理念啊，还是秉承着一种变形好玩的结构，他们是以变形为主要的卖点。所以在这款千斤顶的变形把玩过程中，你会发现在有限的尺寸之上，最大效率的利用了这些零件，实现结构的转换。这个过程是相当美妙的，而且你会喜欢拿在手上反复的把玩，乐此不疲。这也是 NA 的玩具设计一大魅力的地方。我想在变形金刚这个圈子内啊，战狮党与把玩党，其实这个党派之争也是由来已久的，而且愈演愈烈。起码 NA 这款千斤顶，我觉得应该能满足于把玩党的一些需求了。好玩才是最重要的，自己喜欢不就得了呗。那么好，这一次 NA 的千斤顶就是这样了。